针对宫女，清朝设置了哪些奇葩的刑罚？很多人都听说过满清10大酷刑，可见满清的奇葩刑罚是很多的。而宫女作为皇宫中的一个大群体，自然就有很多针对宫女的刑罚。像比较正常的刑罚有背诵女训、关小黑屋、挨鞭子、罚跪提铃等，这就不说了。古代宫女的地位跟太监差不多，都是十分的卑微和低下。您不要以为宫女不用挨那么一刀，就会比太监好到哪去。太监因为在身体和心灵上都受到了极大的摧残，所以如果能得到一些关怀，对于他们来说也算是莫大的抚慰吧。因为处境相似，地位等同，宫女和太监之间出现了对食。这所谓对食呢，就是宫女和太监相互之间搭伙过日子。虽然他们不会有自己的后代，但是在尔虞我诈、血雨腥风的后宫，能多一个人照应也是极好的。宫女很多都是由于受到家族牵连，从小就被送入皇宫当宫女，也有一些是因为家里实在是养不起，才送进皇宫的。清朝是满人的天下，而宫女大多是汉人，所以皇族将他们的命视为草芥，随意践踏，随意出发，动不动被殴打致死的事情，在清朝更是屡见不鲜的。仿佛他们不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，只是一个个为人服务的机器一般。好，下面咱们言归正传，就盘点一下清朝针对宫女的奇葩刑法。第一个，暂刑。斩刑听起来可能大家比较陌生，那我说出来它的具体方式，大家可能就熟悉了。斩刑就是用特制的刑具来夹犯人的手指，用来逼供，这在清朝颇为常见。俗话说十指连心，可见簪刑对宫女的伤害是极大的，甚至会将手弄残废。宫女在宫中做事所凭借的便是一双手，而簪刑专门针对女子的手指，真是其心可诛啊！这个刑罚，相信看过《还珠格格》的朋友应该就知道，里面的紫薇就受到过斩刑的处罚。第二个，杖刑，就是我们常说的打板子。这个大家在看古装剧的时候应该都看到过，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，这个刑罚是古代宫女最不愿意承受的，因为古代女子的贞洁是特别重要的，而在接受这个刑罚的时候，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脱了裤子受罚，即使是没有被打死，也是无颜再苟活下去了。第三种刑罚就是战龙之刑，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刑罚，就是将犯人吊在笼内，用笼口卡住犯人的脖子，让他只能脚尖点地站在笼中。一开始犯人脚下还有砖垫着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会一块块地撤出砖头，最终犯人只能悬空在笼子里。这种刑罚过不了多久，笼子里的人就会受不了，很快便会窒息而死。第四种刑罚就是蹲锁刑。蹲锁顾名思义就是半蹲半站的状态，这样会让人浑身上下不自在。清朝的皇宫会将犯错的宫女锁在一个高约20厘米、1尺见方的木箱里，这种木箱上面有4个洞，然后将这个宫女的手和脚锁在4个洞的上面。这种木箱子能够锁住人的四肢，而让人处在一种半跪半不跪的状态，而且不能够直接的舒展身体，因为控制住了全身上下的每一个关节，所以往往会使人痛不欲生。第五种刑法，大家刑。我们经常在看电视剧的时候就能够看到，犯人有的时候脚上会带着脚链子，头上会带着一种枷锁。不过清廷对宫女处大家刑的时候，这种枷锁改变了之前的原有状态，对枷锁加了一点料。加了这些料之后，这个枷锁的最高重量能达到120斤。大家不妨想一想，每天背着一个120斤的东西来回活动，这是什么状态？更要命的是，这种情况往往会让弱小无助的宫女丧失气力，恐怕用不了3-5日整个人就没了。当然，这种刑罚对于宫女来说太严厉了，后来慢慢的发生了演变，比如在地上撒一些碎石子，或者是碎玻璃碴子，然后让宫女跪在地上受罚。刚才我说的就是一些主要针对宫女的奇葩刑法，根据个人犯罪的轻重采用不同的刑法。除了上面这些之外，清朝还有几种极其残忍的针对女性的刑法，
比如骑木驴铁裙、行虎豹喜春等等。但是一般来说，这种级别的刑罚一般不用在宫女身上，除非她们犯下了罪大恶极的罪行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